人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我爸爸病得很厉害，昨天半夜还吐了血呢。我叫他来医院，他就是不肯。他说，就算他留下最后一口气，他要画出一幅惊天动地的画来。我劝他，他还打我。老板娘因为认识他，所以我叫老板娘来劝他进医院哦。昨天你额头受伤，就是被他打的。切，搞来搞去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没戏唱喽。你好介绍嘞，连我妈都也怀疑，还有被他骂到狗血淋头。哎，雅欣，走了，我店很忙的。哎，对不起，姑姑。我没时间，你在大德市吧？哇，大德是很贵的嘞，你有车子方便吗？转一下就到啦。我真的没时间。切，不在就不在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大德市啊？公司大德市便宜一点吗？我才不回去啊！我回去一定会给妈的骂到我叫躲龙啊！我去找朋友。哎，你找朋友顺便兜我一下吗？好 ，OK。龙哥，那么娘，你进去看看他吧。我看他不行了。贾龙跟姑姑呢？他们走了。大家都在背后说，假期是我在外面偷野男人生下来的。其实啊，假期确实啊是罗家的骨肉。我自从嫁给罗家之后呢，没有做过对不起罗家的事儿啊。可是你姑姑一定不会相信的。姑姑的为人也知道的，有时候真的会给她搞到啼笑皆非。好像今天，我跟大哥啊都是被他硬拉来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怪你们。你跟 William 的爸爸认识很久了，40多年了。难怪了。他一生啊醉心画画，为了画画，他甚至可以六亲不认。可是他画来画去，总是画不出一个名堂来。同一个时候跟他一起学画的人呐，个个都出了名。好比那个陈爱宪，当年呐他是最瞧不起他的，听说现在红得不得了啊。怪不得我一提起陈爱宪的名字，他的反应这么激烈。他这个人呐，自视太高，整天想画出一幅惊天动地的画，可是他根本没有这种才华呀。所以你才叫我去帮他买画。我希望在他临终前，能为他的画有人欣赏而觉得安慰。可是连你都看得出来，他的画平平无奇。他一直都很不服气，认为自己是被埋没了。直到临终前才承认自己真的是很平庸。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，为什么大哥小时候的画会在他那边？他跟大哥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
嘉龙啊，是他的儿子。我在嫁给佳琪他爸爸之前，就认识了他，还有了感情。当时他沉迷于画画，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他。当我嫁给佳琪他爸之后，才发现自己怀了孩子。我没有把这件事情说破，连佳琪他爸爸也给我瞒过了。那 William 呢？威廉是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后生的。他受不了他的臭脾气而跑掉了，丢下了威廉。我离家出走的那几年啊，也就住在这附近，有事儿啊就帮忙照顾一下威廉。后来啊，还让威廉到店里来帮忙。那 William 跟大哥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只有威廉和你两个人知道。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连佳琪也别让他知道。我不想这个家散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把你心里的秘密都让我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相信你。也许你是上天特别派来我们罗家，听我们吐苦水，然后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妈老了很多。2年后，当我再想起她跟我说过的这番话，才恍然发觉，她也许早就料到罗家跟快乐鱼会有场大风暴，而我将无可避免的会被卷进这场风暴中。文杰，佳倩，你店里怎么开？我刚好出来送外卖，就顺路过来了。哦，你们家也有送外卖啊？附近认识的就送了。你在吃午餐啊？啊，我们去前面坐。我买了几本旧书给你。是国家地理杂志，真的谢谢你啊！这些书虽然旧了一点，可是价钱也不便宜的。不会啦，旧书能值多少钱？真是谢谢你。你在这里的工作是做什么啊？哦，刚煤气桶咯，有人叫煤气，我就跟车出去送货了。那不是很辛苦？不会了。还说不会？你看你衣服都磨破了，还说不辛苦？贝多芬说，伟大的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处于逆境的时候，或者遭遇不幸，仍然可以坚持到底。我正在努力做一个伟大的人。文杰，你有？你想问什么？尽管问吧。你还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没有。我想，再看医生也是没有用的。我吃的药只能起暂时性的作用，并不能完全医好我。不过，我是不会这样放弃的。我希望凭意志力医好我的病。我一定医好我的毛病的。嗯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会努力的。为了你，
我一定会克服这个毛病的。佳倩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干嘛问这个问题啊？因为，喂，你好无聊啊！如果我会嫌弃你，我干嘛还来这里看你？太好了，佳倩，给我多一点时间，为我打气，我一定会克服这个毛病的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一定会恢复原来的样子。只是到时什么？到时可能你会嫌弃我。嫌弃你什么？绝对不会的。如果我嫌弃你的话，我就……喂，你别学人家乱发誓了。你还是赶快吃饭吧。什么？就只是豆芽？这就是你说的供你吃3餐？他们真的太欺负人了。没关系，吃得饱就行了。你吃这么一点，你怎么受得了啊？可以啊，其实人不需要吃太多的，大鱼大肉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罢了。其实只要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，就足够维持生命了。虽然大鱼大肉只是满足口腹之欲，可是你连一只江鱼仔都没有，还说什么蛋白质？你们老板实在是太欺负人了，我去给你夹菜。不用了，佳倩。我很快就回来了。佳倩。老板娘，1包饭菜。你到底要吃到什么时候？老板，午餐时间是1个小时，从1点到2点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可是你已经吃了1个小时了。现在只是1点半，只是半个小时而已嘛。你不要跟我假讲，明明在12点半的时候就偷跑去外面偷懒，你为何不知道呢？我没有，我做1点6分才出来吃饭的。真是欺人太甚了！你到底做不做？不做马上跟我滚，要做就留下来。你神气什么啊？他不做了。佳倩，文杰，别做了，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，他又不是给你10万8万的，何必看这个人的嘴脸呢？好，不要做，跟我滚！喂，你说滚就滚啊！先把工钱还给他。什么工钱？他做几天就应该拿几天的工钱，难道他白做啊？小姐，我这边算月薪的，他做不到1个月，怎么算工钱？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想吃人啊？是啊，我就是吃他，怎么样？白卡不？不要在这边啰里啰嗦，要不然连理论奖也当到白卡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叫他白卡不？怎么样？我撕烂你嘴巴！文杰，不要你走吧，你走吧！文杰，你干嘛打人啊？白卡不，给我滚！是白卡不，多管闲事。哼。放手好不好，文杰？文杰，听我的话，你放开手，你放开。没事，没事，走。刚才幸好你阻止我，
要不然我又要闯祸了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只是想替你争一口气，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怎么能怪你呢？是那个老板欺人太甚，骂我就算了，竟然连你也骂。其实我给人家骂惯笑惯了，什么难听的话我都听过。不过以后你听到人家这么说我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人家骂你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有一些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优秀的人，就能够像那些不正常、有缺陷的人。你即使再气，你也无法阻止人家怎么想你、怎么看你。所以，你就不要去管他们，当他们不存在。你这种感受，我能了解。就好像人家叫我是疯子一样，我是疯子，是神经病，所以就活该被看不起。是啊，我们是同病相怜。除非有一天，我们有钱、有地位、有权势了，就没有人敢再笑我们。因为很多人要靠我们吃饭，得看我们脸色。到时，谁还敢说半句不中听的话？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。我妈跟我在这里开了一个摊位，她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也不能常常来帮她，所以你就留下来帮她吧。等你有机会再去找其他工作啊。她是你亲生母亲吗？是啊，不过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离开我了，我是最近才找回她的。那你家人不知道吧？我没告诉他们，我也不会告诉他们，因为是他们把我妈赶走的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。妈，你有空来没？吃饱了没有？吃了。妈，以后你准备食物的时候不要又抽烟又抠脚的，很不卫生啊。现在又没有顾客，没关系的啦。没顾客也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，万一给人家看见就不好了。OK， 下次我屁股痒我都不抓就是了。妈，不要那么大声啊。对了，招牌怎么还没来啊？哎呦，不用挂招牌了啦，生意都不知道做不做得起，万一做到关门，那不是浪费呀？挂一个招牌得好几百块嘞，挂了招牌又不是表示生意特别好。妈，做生意怎么可以没有招牌啊？等赚了钱再说咯。炸得我全身都是油烟味，我的头发昨天才去 steam 的，早知道啊，就不要卖炸鱼了，卖一卖什么昂菇桂啊、高登桂啊、蚂蚱啊就算了嘛。是你自己说要卖炸鱼的，生意怎么样啊？马马虎虎了，一个中午做了50块钱的生意咯。不过刚开始是这个样子的啦，我已经通知我以前的姐妹，她们会来捧场，我想接下来应该会好的。喂，吃什么？这里卖 fish and chips。妈，她是我的朋友，我介绍给你认识。这是我妈，她是文杰。伯母你好。韩山，他怕我女儿啊？啊，你不要乱说话啦。我开玩笑嘛，不要认真了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喜欢开玩笑了。不过嘞，你要泡我女儿要趁早哦，迟了可就泡不到喽。伯母真风趣。哎呦，不要伯母的，听起来好老嘞。叫我 Lucy， 要不要吃薯条？刚炸好的，拿点给你吃。不用了，伯母。Lucy， 文杰啊，你叫我妈联谊就行了。不客气了，莲妮。没有关系，你是我女儿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你随便坐哈，很快的，很快的。喂，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啊？看样子呢，就好像还不错，不过呢，好像是口袋空空的哦。
你怎么知道啊？我15岁就出来混了，什么样的男人我没有见过？以前我做小姐的时候，客人一进门我就知道哪个是大水鱼，哪个是裤带破洞的。妈，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怎么，怕丢你的脸呐、我也是为生活所逼呀、你以为是我自愿的？哪里像现在这些做鸡做鸭的？妈，不要再说这些了。对了，文杰刚从马来西亚过来，他没有地方住，我想能不能够在你这里帮忙？那当然好喽，我在这里半天了，都腰酸骨痛的了。不过，会不会有点浪费啊？看他的样子，如果好好包装一下，肯定很多有钱的太太抢着要。一个晚上赚个700-800块啊，一点也不奇怪。他肯不肯呢？如果他肯，我帮他介绍啊。妈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怎么舍得把我女儿的男朋友卖去当鸭呢？他是不是没有地方住啊？那搬到我那去喽，反正我那里一房半厅的，如果他不嫌弃的话呢，就当厅长好喽。那也好啊。不过，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我不会勾引他的啦。妈，哎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，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。来，把这个薯条拿给他吃，来。还有啊，这个鱼卖不掉的，问他吃不吃。文杰，吃点东西吧。我跟我妈说过了，她说你暂时先住在她那里，不过你得当厅长啊。没问题啊，有地方睡就行了。快吃吧。是不是很难吃啊？比快乐鱼差了一点。何止差一点，根本就是不能比。别吃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妈，这样炸鱼怎么能吃呢？顾客吃一次啊，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不会吧？可能是冷了嘛。这不是原因啦，即使这鱼刚炸好的，也不会好吃到哪里去啊。哎呦，冰冻鱼是这个样子的嘛，味道当然不能跟新鲜鱼比喽。我们现在做的是咖啡店的生意，又不是大餐馆的生意。咖啡店有咖啡店的价钱，有咖啡店的 standard。我们现在做的是咖啡店的生意，又不是大餐馆的生意。咖啡店有咖啡店的价钱，有咖啡店的 standard， 来买的人也不会要求这么高嘛。妈，做生意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有些咖啡店的东西也是很好吃啊，一点都不比大餐馆差。我们应该要控制品质，这样顾客吃了才会再回来。你有没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炸？有啊。那不可能这个样子啊！你一定是腌鱼的时间不够长，还有油的温度没有控制好，还有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从早做到晚，屁股已经几小时没有靠到椅子了，我已经累得不得了了，命都去到半条了。我就是这样子的 stand 了，你行你来炸。老黑喽，来2个叉烧包。佳倩，不如这样，你教我怎么炸鱼，我来学。那好那好，你来学，你去炸。我真的是不行呢，你看我的手被油喷到好像抹冰一样。我以前可是玉女耶，我的手呢又白又滑，很多男人都想来摸一摸嘞。文杰，我来教你。
阿娇，哎，是你啊？有没有你哥的消息啊？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在新山找到工作，叫我不用担心。那这样很好啊。对了，你的脚没事吧？没事了，那天真的要谢谢你哦。哎呀，不要客气啦。当然要谢谢你了，你背了我那么久。要背你我才开心吗？哎，老高呢？他不在。明天晚上我有个演出，你要不要过来看啊？不行啊。哎呀，我每次邀请你来看，你都说不行。我晚上很难出去的。好，老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想好借口了。你只要告诉他你回新山看你哥哥，这样我们就行了。这样不好吧？你是嫁给他，又不是卖给他，你也有你的自由啊。你不要告诉我，你连出去看一场戏都要经过他的允许。不是啦，他怕我在新加坡不熟嘛。哎呀，那个是借口啦。新加坡有多大，他还怕你走丢啊？哎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破天荒在大型剧台演出哦，你要过来捧场一下啦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在哪里 ？Esplanade。那个地方很漂亮的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戏票给你，不见不散啦。我不一定能去的。只要你愿意，一定可以。你要记得啊，你有你自己的自由。OK， 拜拜。啊，哎呀，你以为我跑掉你咩？哎，阿龙嘞，你以为是谁 ？OK 啦，OK 啦，就这样啦。龙哥，老高不在没？他妈妈生病，他回去康邦看他了，明天才回来。那你阿公没事吧？他很好，他弟回去新山找到工作了，可是他就是不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他是怕你担心啦。他不跟我说，我更担心了。哎呀，这些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吗？你担心也没有用。哎呀，说到底，他有他的命，你有你的命吗？也只好这么想了。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请你吃饭的。怎么，你中马票没？不是啦，我哥烧来的马票，我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。不要提嘛，这种事情你不提哦，我的心还不会痛嘞，你一提我的心痛到。对不起啦，龙哥，我知道这餐饭不能弥补你的损失，可是我心里很不安。那好咯，吃就吃咯，反正不吃我也亏大本嘛哈。那好哦，我去打包，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吃。怎么在外面吃，怕给人家看到咩？你撞那些人的嘴巴。OK 咯，反正你请客，你想哪里吃就哪里吃咯。那好，那你在里面等，我们现在关店，我先去买东西。哎呀，你去买啦，我帮你收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糕点，不晓得阿娇喜不喜欢呢？阿娇跟老大怎么在里面呢？龙哥来。哇，买这样多东西呀！我叫你能吃吗？龙哥，我真的要感激你哦。我哥烧有那么多钱，可是却没听到你骂他半句。有，怎么没有？哎，如果不骂哦，就不是人了嘞。哎呀，不过也是自己衰啦。好放不放，放在底裤里面，才会有今天的嘛。哎，我这辈子哦，永远这样倒霉的嘞，从来没有 lucky 过。我读书的时候，考试偷看哦，一定给老师抓的嘞。当兵肯定抽到个丢低的。我每次都是赢少少，输多多。哎，不怕跟你讲啊，我欠了不计一大笔钱呢，以为中了10多万哦就可以还清，现在什么屁都没有了咯。你不是每次赢马的吗？你以为这样容易咩？那次跟你去马场，我赢最多了嘞，其他的哦，我每次都输到扑街啊。那你欠人家多少钱？50、60千哦。这么多啊！哎，看来呀，这次啊，我看我要去打抢了啊！你千万不要啊！你以为我阿龙笨的咩？我都跟你讲我很衰了，就算我去打抢啊，
肯定会给警察抓的。那你怎么办？有什么怎么办？哎，我在江湖混过这些年哦，人家会给我面子的啦，死不了的啦，钱烧掉，不再赚回来喽。龙哥，你要我怎么补偿你你虽然不请我吃饭了哦。？10万块一餐饭，就算你说算了，我还是一辈子过意不去的。我真的很想补偿你。你要怎样补偿？你要我怎么补偿你？要你咯。好，开玩笑的啦。人家说欠债还债，10多万，我看我这辈子都还不清的。可是我不还你，我又觉得很过意不去。而且你帮了我那么多，可是最后你钱都没有了，还欠人家那么多钱。我知道，我可能不值那么多钱，可是我不还你，我这一辈子都过意不去的。阿强在干什么？王八蛋！蛋！你要干什么？什么？你最好别理他！关你屁事！快八蛋饼！哇，你来真的！王八蛋！你还来？喂，你发神经啊！要是给妈的知道，你还知道啊 I don't care， 你敢做的话就不要怕人家知道。哇，我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如果你没有做会计师，为什么你要逃跑？哇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不跑，难道给你打到头破啊？我就是要打破你的头！妈的，10万块钱压死人啊！想要阿娇先生，你还是不是人啊你？哎，我哪里有？是他自己要的嘞！放屁！占人家便宜还敢说出这种话？哇，怎么？你来真的？你来我就不客气啦！呀，哎呀，哇，够了我！哇，你还来呀？妈的！妈的！来了！啊！我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啊！痛我！妈的！哎，佳琪，快，他们两个打起来了，快！走开呀！来了！什么事？没什么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到底什么事儿？他打我，他谁打我的？一个都40岁的人了，你也快30岁了，2个还打在一起，你们不觉得丢脸吗？他想搞人家的老婆啊！哎，你不要乱讲哦，到底谁想搞？是你才真呢！谁像你这么无耻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明明想搞他，你
哇！你怎么？你是怎么做大哥的？你也不像话。妈，你先进去休息吧，我跟他们说好了。是啊，我们进去吧。到底是谁？你们口中的那个人家的老婆是谁？你问他啦。说啊！家父，你说。老高他老婆了。你们。哎，妈，妈你怎么了？妈的，妈的，你们滚开！妈，扶妈进去吧，快！来，我背你，妈，小心！哎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来。哎，这边，过来，哎呀，小心，哎，你赶快走开了，你来呀，走，哎，快点来，来，哎呀，走，哎，来，过来这里，来，走，来，妈，都是你了，发什么神经？还我俩，对，你不是我好，够了。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事。那你不舒服啊？我只是给他们气到。没事，妈，你深呼吸，来深呼吸。好点了吗？大妈，对不起啊，大妈。对喽，曼德，你不要气啦，我都给你打了一巴掌了，你还气什么？我气你的没出息，气你的不长进。曼德，你不要这样啦，好吧？别说了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你们两个虽然是不同马生的，可是我对你们呐都是一样。我希望你们啊都能够出人头地，都能够有出息。就算你们不继承这个快乐鱼也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做那些伤风败俗的事儿，明白吗？那老高怎么说有50多岁了，居然娶一个比他年轻30多岁的女人呢？哎，也是文杰的妹妹啊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有来过的。哎，你觉得这张怎么样？啊，我记得了，那个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，她跟老高看起来呢像父女多过像夫妻的。这张啊，怎么样？不喜欢。喂，你说啊，她是不是自愿嫁给老高的？什么？我说那个阿娇啊，她是不是自愿嫁给那个老高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八卦。现在你哥哥和弟弟啊，都为了他大打出手，你再袖手旁观啊，恐怕会出事啊。什么这么严重啊？我不是吓唬你啊，男女之间的感情呢是最敏感、最复杂的。那如果那个阿娇不是自愿嫁给老高的话，那你哥哥和弟弟又同时爱上她，事情处理的不好，可能会闹出血案呢。你在写剧本啊？是啊，你们的家很多事的啊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写出一个长篇剧啊。对啊，而且越来越精彩啊！更重要的是啊，你竟然成为里面的女主角啊！啊，以我的花容月貌当女主角绰绰有余。哎，单凭样貌是没有用的，充其量当个花瓶而已啊！哎呀，最重要是能够落力演出，全程参与。只要你成为女主角呢，这件事情呢就交由你去处理了。处理什么？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去查清楚事情的是非黑白。在悲剧发生之前呢，你一定要力挽狂澜。好，送你4个字：报君满意。关我屁事！哎呀，切，羞！女主角竟然讲这种话，我跟你讲啊，只要你成为女主角这件事情啊，你管定了。那你呢？哦，我不是主角啊，我只不过是客串演出，我随时可以拍拍屁股的。我去，哎，拍拍你屁股，拍拍你屁股。哎，妈早。哎，早啊！那么早就下来了？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在楼上走来走去，怕吵醒你们，就下来楼下慢慢摸啦。佳琪叫我告诉你要多多休息的。不用了，我又没有什么事儿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呐，闲着就全身不舒服。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今天难得是星期六，你和假期出去走走啦。他一早就给病人叫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这样吧，我帮你下马铃薯。
要不啊，你帮我切鱼吧。切鱼？我哪够资格啊？听他们说啊，妈每次切鱼片呢都是亲自动手的，只要看见那些人糟蹋那些鱼啊，就会冒很大的火。佳琪跟你说的啊，这个佳琪啊就会破坏他妈妈的形象。再怎么说啊，我总不能切一辈子的鱼，炸一辈子的鱼吧，总要有一个接班人呢。这可是罗家的独门炸鱼秘方啊，即使你要传，也轮不到我这厨房白吃的。你可是阿公亲自点名的接班人哦。我看阿公那时候啊是病得眼花缭乱，福建话说呢不会啉醋，我看阿公啊是不会啉狼。阿公现在能吃能走，医生说啊多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想等阿公出院了，帮他办一个庆祝会，到时候再看看阿公会不会认人。好啊，阿公很有趣的，有他在一定很热闹。阿公现在真的是老了，以前呢他更好玩。我还记得，当我带着佳琪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在我背后说我的闲话。我自己也知道啊，佳琪是他们罗家的骨肉，可是为了家龙啊，我就理不直气不壮的，他们就更怀疑我了。只有阿公啊，是全心全意的护着我。只要有人讲我的闲话，他不止骂他们，还拿着扫把追着打他们。真的吗？阿公好威风啊！后来我在想，自从我嫁给罗家之后呢，没有做过对不起罗家的事儿。为什么阿公这么信任我，我还要躲躲闪闪呢？后来呀，自从有人讲我闲话，我就跟阿公一样，跟他们拼命。对呀，要不然那些三姑六婆会越说越过瘾的。阿公每次出门的时候，总喜欢带着佳琪。逢人就说，我这个孙子啊，将来是最有出息的，以后我们罗家是后继有人了。阿公真的很可爱哦。我还记得阿公跟我说，杨家将打仗靠的是谁？是靠媳妇们呢。等以后我们罗家打仗，也是要靠媳妇们。这句话我永远记得。雅喜哦，你是罗家的媳妇儿哦。惨了，妈不会真的是看上我，一心要我当快乐鱼的老板娘吧？老板娘，William，牛肉好了没有？老板娘，油已备好，正在待命。搞什么啊？温度还差0.1，再调过。Yes, ma'am。嘉龙，菜切好了没有？已经准备好了。佳切，你的汤太稀了，倒掉，再煮过。是，马上准备。好了，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这快乐鱼的老板娘怎么炸鱼。行了。只有快乐鱼的老板娘才能够炸出这么美味可口的快乐鱼。啊不对。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。家一定让你远离感伤，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，家一定让你充满希望。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。